对许多人来说，咖啡早已不只是单纯提神的饮料，更是每天生活里一道温暖的精神开关。从清晨赶走瞌睡，到午后短暂放松，再到深夜加班的陪伴，我们人生里许多时刻都有那股香醇的味道在场。咖啡豆经过烘焙后释放的迷人香气，搭配适度的咖啡因刺激，确实让无数人为之着迷。更让人欣慰的是，科学研究早已证实，适量饮用纯黑咖啡对健康有不少正面价值。咖啡豆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比如绿原酸这种主要的多酚，能够帮助人体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过程，降低全身的慢性发炎风险。大量人群数据还显示，每天喝2到3杯用滤纸冲泡的咖啡，与整体死亡率下降以及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对绝大多数成年人而言，咖啡完全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它含有少量的 B 族维生素和钾、镁等矿物质，还有多种酚类化合物，具备抗氧化和抗发炎的特性。适度饮用咖啡甚至与较低的第2型糖尿病和帕金森氏症风险相关。几乎可以说，咖啡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天然的健康饮品。然而，凡事都怕一个，但是如果喝咖啡的方法不对，或者选错了该喝的类型，那么咖啡原有的优点很可能瞬间转化成隐患。接下来我们就要揭开3种暗藏健康陷阱的咖啡，每一种都可能颠覆你对咖啡的想象。它们表面上或许很诱人，但背后隐藏的危害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一种就是便利又常见的速溶3合1咖啡。很多人习惯早晨或下午随手撕开一包3合1，倒热水几秒钟就得到一杯香甜的速溶奶咖啡，方便又满足。但看似完美的3合1咖啡，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咖啡，而且相当不健康。我们就来拆解它的成分清单。包装背后通常写着咖啡粉、植脂末和砂糖，实际上咖啡粉的含量往往不到整个内容物的2成，剩下的80%以上都是糖和植脂末。植脂末也就是俗称的奶精，它的主要成分是一大堆人工添加物，包括氢化植物油、葡萄糖浆、酪蛋白、人工香料、食用色素等等。光看这组原料就能明白，它跟真正的咖啡豆几乎沾不上边，也没什么营养价值可言。我们尤其要警惕植脂末里的氢化植物油。食品工厂通过高温高压把液态植物油部分氢化，让油脂改变结构，变成室温下固态的形态。这样做可以延长保存期限，降低成本。所以氢化油被广泛用作奶精的主要原料。然而，在氢化过程当中，油脂分子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这是一种公认为对健康极为不利的脂肪。它会提升血液中的坏胆固醇，降低好胆固醇，长期摄入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反式脂肪还容易造成脂肪囤积，与肥胖密切相关，对人体细胞也有诸多不良影响。科学家甚至指出，反式脂肪可能诱导基因表达，从而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而且专家强调，反式脂肪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任何微量的反式脂肪酸进入体内都会造成负担。一包小小的3合1咖啡粉竟然暗藏这么多健康隐患。事实上，市面上几乎所有3合1甚至2合1和无糖即溶咖啡都含有氢化植物油奶精，只不过有些厂商会用不同名称掩饰，比如配料表里出现氢化植物油、植物奶油、精炼奶油、代可可脂、人造奶油这些字眼，其实都是反式脂肪酸的伪装名称。稍不注意，消费者就在不知不觉中喝下大量反式脂肪。一杯3合1的反式脂肪含量
也许不足以让人立刻倒下，但长期一天一杯甚至几杯，这些反式脂肪就会在体内日积月累地伤害心脏和血管。除了反式脂肪，三合一咖啡里的糖分和热量也远超想象。一般一包20克左右的三合一咖啡粉，里面有12到16克是碳水化合物，大部分来自添加的糖。换句话说，一杯三合一的含糖量几乎和一罐可乐不相上下。即使标榜无添加蔗糖的2合1咖啡，奶精本身也含有固态糖浆等碳水化合物，总糖含量依然惊人。营养专家算过，3合1和2合1咖啡的脂肪热量比例几乎都超过 30% 这条高脂肪红线，甚至有些无糖2合1咖啡的脂肪热量比例高达 50% 以上。以热量来说，一包典型的3合1咖啡含有大约60到120大卡，而这些热量几乎全部来自糖和脂肪。如果每天无形中喝下几包，等于额外增加不少隐藏热量。更不用说很多连锁咖啡店贩售的调味咖啡，比如香草拿铁、摩卡，一大杯热量动辄300-400大卡，相当于一份高热量甜点。长期如此，又缺少运动消耗，体重上升，血脂飙升，就不奇怪了。还有一个很多人意想不到的问题，速溶咖啡在制造过程中还可能产生一些有害化学物质。咖啡烘焙和萃取的高温流程会生成丙烯酰胺，这种副产物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 类可能致癌物质，对人类有潜在致癌风险。研究发现，即溶咖啡的丙烯酰胺含量往往是现煮咖啡的2倍以上。这是因为速溶咖啡在制造时常用深度烘焙豆，并且经过高温喷雾干燥处理，产生了较多的丙烯酰胺。虽然单杯咖啡里的丙烯酰胺剂量不足以明确致癌，但长年累月每天喝下多杯速溶咖啡，这种物质会在体内逐渐累积，提高潜在风险。2025年更传出一项震惊业界的大型研究，分析了超过50万人的资料后发现，长期饮用价格低廉的即溶咖啡与老年黄斑部病变的高发率有关，风险提高将近7倍。黄斑部病变会导致中心视力严重受损甚至失明。研究者推测，这可能与即溶咖啡制造中产生的丙烯酰胺或其他氧化产物有关。长期大量摄入损伤了视网膜细胞。不过他们也强调，目前只是相关性的发现，还缺乏直接证据证明速溶咖啡一定导致眼睛退化。但这无疑为爱好速溶咖啡的人敲响了警钟。总结来说，3合1即溶咖啡几乎可以称为伪咖啡。它使用最廉价低劣的咖啡豆原料，很多是瑕疵豆、碎豆磨成的粉，经过高温加工失去原有的营养与风味，再加入大量糖和反式脂肪来调和滋味。你喝下这杯东西，提神效果来自少量咖啡因，但同时也吞下了对健康不利的油脂和糖分。长期以这种速溶咖啡取代纯咖啡，不但得不到咖啡原有的抗氧化好处，反而可能因为摄入过多反式脂肪与糖分，引发肥胖、高血脂、高血糖等一系列问题。难怪有医生直言3合1咖啡就是垃圾食品。奉劝咖啡爱好者能不喝就不喝。如果你需要快速提神，建议携带滤挂式咖啡包，或自己冲泡研磨好的咖啡粉，至少那是真正的咖啡，没有多余的有害添加物。当然自己冲泡略嫌麻烦，但为了健康着想，这点小麻烦非常值得。而且也要记得选用品质新鲜有保障的咖啡豆或粉来冲泡，妥善保存，避免受潮发霉。因为就算是真咖啡，如果豆子发霉产生黄曲霉毒素或赭曲霉毒素，喝下去一样伤肝肾。
与其贪图方便却充满问题，不如花几分钟冲一杯纯正的咖啡，享受真正的香醇，同时给身体一份安心。揭露完3合1咖啡的真相。接下来看第二种，就是近年爆红，号称香醇顺口的马来西亚白咖啡。很多人或许都有所耳闻，白咖啡在华人市场非常流行，许多东南亚进口品牌，比如旧街厂、怡宝等等，价格低廉，香甜醇厚。不少咖啡馆也推出所谓白咖啡饮品，一时间白咖啡仿佛成了咖啡里的新宠。它常被形容为不苦不酸，比较温和，不上火，似乎比传统咖啡更适合亚洲人的口味。那么白咖啡到底是什么？真的比较健康吗？真相可能出乎意料。其实白咖啡这个名字跟咖啡里加不加奶无关，而是指咖啡豆的特殊烘焙方式。相传在19世纪末，马来西亚怡保有一位华人矿工别出心裁，用少量植物黄油，也就是以氢化植物油制成的奶油，加上砂糖反复炒咖啡豆，这样炒出来的豆子颜色比一般深度烘焙浅，冲泡出的咖啡渣带着油糖的香气，喝起来甘醇顺口，没有普通黑咖啡的强烈苦涩。由于豆子炒好后色泽较淡，当地人便称之为白咖啡。相对地，传统不加油糖烘焙的咖啡豆就被称为黑咖啡。在当时的条件下，咖啡豆多是本地种植的罗布斯塔种，这种豆苦味和涩味很重，咖啡因含量也高，用传统方式烘焙充足的话，口感并不好。所以先民才想到用廉价的人造奶油加上砂糖反复翻炒，让咖啡豆吸附油脂与焦糖，借此掩盖不良风味，增加香甜浓度。可以说白咖啡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带着重口味补强的基因，咖啡因更高，糖分和脂肪也更高。传统手工炒制的白咖啡豆本身就已经残留大量糖与油，而现代市售的即溶白咖啡在这基础上更是变本加厉。为了营造比普通速溶更顺口浓郁的特色，厂商往往额外添加更多植脂末和糖进去。也就是说，一包白咖啡的成分和前面提到的3合1如出一辙，只不过咖啡粉比例可能更低，糖和奶精含量更高。很多消费者误以为白咖啡是一种用特殊方法处理的咖啡豆所煮出的纯咖啡，事实上它几乎都是即溶粉末，原料和工艺跟3合1差不多，只是刻意让它更甜、更香、更浓罢了。比如某个标榜香醇顺口的怡宝白咖啡，配料表前几项写的就是植脂末和砂糖，最后才是少量咖啡粉。货真价实的咖啡只占很小一部分，还有些打着无糖白咖啡旗号的产品，其实只是2合1配方，奶精加咖啡粉来调味，为了模仿白咖啡的甜香，也调配了高脂高热量的配方。换句话说，白咖啡无非就是穿了高级马甲的3合1而已，口味调得越香浓醇厚，其中加的糖和氢化油就越多，对健康的威胁也就越大。有些朋友可能会问，白咖啡不是号称不上火吗？在一些宣传中，白咖啡因为烘焙程度浅被描述为更温和，不像深烘焙咖啡那样燥热刺激，好像特别适合怕酸怕苦的人。事实上，上火只是民间形容，并没有科学依据。咖啡喝了会不会让人觉得燥热，主要取决于咖啡因含量和个人体质，而不是烘焙深浅。白咖啡大量使用罗布斯塔豆，本身咖啡因就比一般咖啡高一截，加上即溶白咖啡冲泡分量通常也比较大，一包可能做成大杯300-400毫升的饮品，因此你喝下一杯白咖啡，实际摄入的咖啡因很可能不亚于一杯普通美式咖啡。至于口感上的顺滑不苦，
那完全是添加的糖和奶精在起作用，让味蕾觉得刺激性没那么强。但这不等于白咖啡对胃和神经的刺激就小，咖啡因的影响摆在那里，不会因为加了糖油就消失，反而糖分快速吸收可能导致血糖波动，油脂增加消化负担，这些都让身体更累。所以所谓白咖啡不上火，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宣传噱头。真正细究成分，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比一般咖啡让身体更劳累。总而言之，白咖啡和3合1咖啡堪称一对难兄难弟，两者的本质都是低品质咖啡粉兑入大量糖和氢化植物油。经常喝白咖啡，等于经常摄入高量的反式脂肪与糖分，不仅伤心血管、易发胖，咖啡因摄取过多还可能引发心悸、睡眠问题等。因此白咖啡绝不是什么健康替代品，反而是更甜更危险的伪装者。如果你真的爱喝咖啡又怕酸，那大可以在黑咖啡里添加一点纯牛奶或少量天然蔗糖来调味，既享受到柔和口感，又避免了氢化奶精。千万别被市面上那些香浓纯正的广告词蒙骗了眼睛。白咖啡比起一般咖啡不但不纯正，而且更不健康。为了长远的健康着想，这第二种咖啡我们建议你能不碰就不碰。说完了各种添加型咖啡的雷区，最后来讨论第3种最好别常喝的咖啡，也就是未经过滤的浓烈咖啡，尤其那种又烫又急着喝下肚的咖啡。许多咖啡爱好者喜欢自己冲煮黑咖啡，追求原始而浓郁的风味，比如用法式滤压壶直接将咖啡粉浸泡后压滤，或用摩卡壶煮意式浓缩，再或者采用土耳其、越南的传统煮法等等。这些方法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没有用滤纸。咖啡煮好直接倒入杯中，可能还悬浮着细微的咖啡粉渣。很多人以为不经滤纸的咖啡风味浓厚，更贴近原味，理所当然应该更好。然而科学研究却提出了不同的警告，长期喝未过滤的咖啡可能对心血管健康不利。早在20世纪60年代，医学界就注意到，有些不加奶不加糖的黑咖啡居然让饮用者的血胆固醇升高。后来深入研究发现，元凶正是咖啡油脂中的双羟类化合物，主要包括咖啡醇和咖啡豆醇，它们天然存在于咖啡豆的油脂中。平时如果我们用滤纸冲泡，这些油脂成分大部分会被滤纸拦截，进不到杯子里。但使用金属滤网或直接煮，比如法压壶、土耳其煮咖啡的方式，咖啡液里就含有较高浓度的咖啡醇和咖啡豆醇。实验证明，咖啡醇会抑制肝脏胆汁酸的合成，导致血液中的坏胆固醇水平上升，同时可能轻微降低好胆固醇，长期下来会提高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脏病的风险。如果每天喝大量未过滤咖啡，几周内就能测出血清低密度脂蛋白明显上升。有报道指出，每天饮用5杯未过滤咖啡，比如法压壶咖啡，连续2周血液中坏胆固醇浓度上升了约8%多。这还只是短期影响，若长年累月都这样喝，可想而知对心血管的累积负荷。就在不久前，2020年瑞典一项大型研究给出了更直接的数据，研究追踪了超过50万名咖啡爱好者长达20年，结果发现偏好未过滤咖啡的人，心血管相关的死亡风险明显高于喝过滤咖啡的人。其中男性如果长期喝未过滤咖啡，因心脏病、中风等原因死亡的概率比不喝咖啡的男性高出约11%，女性则高出约7%。相反，爱喝过滤咖啡的人死亡风险反而比不喝咖啡的人低了约15%。这代表什么？代表滤纸这一张小小薄片是让咖啡由有害转为有益的关键开关。
未过滤咖啡因为咖啡醇的存在可能对心脏不利，而经滤纸过滤的咖啡不仅去除了油脂中的不良成分，还保留了咖啡有益的抗氧化物质和微量营养素，因而展现出保护健康的效果。这项研究发表时曾震惊不少人，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冲煮习惯。那么意式浓缩咖啡呢？它在高压萃取过程中同样没有滤纸，也会萃出咖啡豆中的油脂。浓缩咖啡液体积虽小，但由于每毫升含有的咖啡醇、咖啡豆醇浓度相当高，所以如果大量饮用浓缩咖啡，其实也会摄入不少双环类物质。专家建议每天摄取1到2份浓缩咖啡是比较安全的上限，再多恐怕就不妥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许多花式咖啡饮品，比如拿铁、大杯美式，往往含有相当于2份甚至更多份浓缩的咖啡量，喝这么一杯等于摄入数倍的咖啡醇，对胆固醇的影响也会被放大。所以咖啡爱好者千万别忽视这个细节。不论用何种方式煮咖啡，过滤永远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步骤。如果你平常爱用法压壶，建议改用滤纸手冲或滴漏咖啡机。如果一时割舍不下法压壶的方便，也可以折中一下，煮好之后用滤纸将咖啡过滤一下，滤去表面的油滴再喝。这样虽然少了些怀旧风味，却能大大降低胆固醇升高的隐患。何乐而不为呢？讨论完咖啡本身的成分问题，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咖啡的饮用温度。很多人喝咖啡讲究一个烫字，觉得趁热喝才过瘾，但医生严厉警告，过烫的咖啡千万别喝。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2016年宣布，先前认为咖啡可能致癌的证据不足，实际上单纯喝咖啡并不会提高癌症风险。相反，一些研究还发现喝咖啡与降低肝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相关。换言之，咖啡本身是无罪的，甚至有益健康。然而世卫组织专家同时发出重要警告，指出过烫的饮品会灼伤食道黏膜，提高癌症风险。这是人类首次确认饮料温度与癌症风险的关联。一时间许多人恍然大悟，原来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咖啡，而是我们喝咖啡时的温度。想想看，当你端起一杯刚煮好的滚烫咖啡，迫不及待喝下一大口时，那灼热的液体会烫伤口腔和食道的上皮细胞。虽然一次烫伤或许很快愈合，但长期习惯喝烫饮，黏膜细胞就会在破坏修复再破坏的反复过程中逐渐产生病变，久而久之大大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有统计显示，习惯喝烫茶、烫咖啡的人食道癌发病率明显高于一般人。如果再搭配抽烟等不良嗜好，那危险更是呈倍数增长。一项涵盖20万人的调查发现，同时有抽烟又爱喝滚烫咖啡习惯的人，罹患食道癌的风险比不抽烟且不喝烫饮的人高出了4到5倍。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提醒我们绝对不可大意。其实喝咖啡并不需要烫这个元素来提味，稍微放温一点反而更容易品出香气层次。所以下次当你冲好一杯热咖啡时，不妨耐心等上几分钟，让它晾到不那么烫再入口。这个小习惯可以大幅减少食道受到伤害的几率，用最简单的方法预防严重疾病。综合前面所述，我们点出了3种咖啡雷区。第一种是充满反式脂肪与糖的速溶3合1以及类似的2合1即溶咖啡。第二种是披着迷人外衣其实更不健康的马来西亚白咖啡。第三种是不经滤纸的高油脂咖啡以及烫得要命的饮用方式。也许有人会苦恼，平常喝的不就是这些吗？那以后咖啡还能喝吗？别误会，
我们并不是要妖魔化咖啡，而是希望大家避开错误的喝法。咖啡本身依然是世界上最迷人的饮料之一，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选择与饮用技巧，就能趋利避害，享受咖啡带来的香醇与活力。最后，我们也为各位爱咖啡又爱健康的朋友整理了几条健康喝咖啡的小建议。尽量选择纯咖啡，也就是用新鲜咖啡豆萃取，不加任何添加物的黑咖啡，比如滤纸手冲、美式滴漏。这类咖啡能提供咖啡的大部分营养和抗氧化物，而且没有奶精和糖带来的额外负担。如果觉得单喝黑咖啡太苦太单调，可以适当加入少量纯牛奶变成拿铁，或加一点点天然甜味剂调味，但千万别依赖3合1那样的大量糖和人工奶精来调和咖啡。控制每日摄取量，再好的东西都要适可而止。健康成人一般建议每天咖啡因摄入不超过300毫克左右，相当于2到3杯约240毫升容量的咖啡。每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不同，如果你容易紧张失眠，最好在白天适量饮用，下午或傍晚就减量或停止。孕妇、少年、心律不整等特殊族群更需严格控制摄取，必要时可选择低因或无咖啡因饮品替代，不要空腹狂灌。空着肚子喝浓咖啡，咖啡因和酸性物质会对胃黏膜造成较大刺激，也更快被吸收，引发不适。建议饭后再喝咖啡，或至少先吃点东西垫胃，这样可以减缓咖啡因吸收速度，也避免胃酸过度分泌造成胃部灼热不适。避免烫饮，细品慢饮。前面强调过，烫咖啡对食道的伤害不可小觑。泡好的咖啡不妨先放置几分钟，别一入口就烫得难耐。另外，喝咖啡时尽量小口啜饮，而非牛饮猛灌，让口腔和食道有时间适应温度，也能更充分地感受咖啡风味。细细品味一杯咖啡，不只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身体的善待。善用滤纸与安全器具，养成使用纸滤网冲泡咖啡的习惯。即使使用家用咖啡机或摩卡壶，也可以考虑在出液时再套一层滤纸，有效拦截咖啡油脂。此外，注意你的冲泡器具有没有塑料部件直接接触高温。最近有专家指出，有些单杯咖啡胶囊机在冲煮时会释出塑料微粒，有些市售挂耳式滤泡包的塑料支架在高温下也可能溶出塑化剂。因此，选购可信赖的咖啡器具与耗材非常重要。外出买咖啡时，你也可以留意店家使用的杯盖、搅拌棒等是否耐热无毒，避免不必要的有害物质溶出混入咖啡中，避免与某些药物和营养补充品同时饮用。咖啡因会影响身体对部分营养的吸收，例如减少铁质、钙质在肠道的吸收率。如果你正在服用补铁剂、钙片或多种维生素，最好与喝咖啡错开1小时以上。另外，咖啡因也可能干扰某些药物，如镇定剂、抗抑郁药的作用，降低药效或加重副作用。因此，服药期间请咨询医师关于饮用咖啡的时机，必要时选择温开水替代，因人制宜，量力而行。并非每个人都适合无限制地喝咖啡，像高血压、心律不整、焦虑失眠等患者，以及孕妇、青少年等群体，对咖啡因的耐受度较低或有特殊风险，应遵照医嘱适量，甚至避免饮用。身体有特殊状况时，也要评估咖啡的影响，比如胃溃疡或肠燥症发作时，咖啡因可能刺激胃酸分泌或肠蠕动加重不适。总之，请根据自己的健康条件调整咖啡饮用的种类和分量。在知晓这些道理之后，希望各位咖啡爱好者能以更健康的方式拥抱咖啡。
咖啡可以是好友，也可能变成敌人，一切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当你避开了上述那些陷阱，挑选品质优良的咖啡，并掌握正确的饮用方式，咖啡带给你的将是满满的愉悦和益处。从每天清晨征服瞌睡，到午后享受片刻的悠闲时光，咖啡伴随我们度过无数美好时刻。现在你已经知道该避免哪些咖啡地雷，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你既可以品尝到咖啡的美妙滋味，又守护自己的健康。让我们举起手中的咖啡杯，为美好而理智的咖啡生活干杯。